女孩看到牛奶盒上的寻人启事，心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12年前失踪的小女孩和自己的名字一模一样。于是她一路瞒过警察，冒名顶替来到海岛。10几年前，奶奶的儿子去世，儿媳改嫁，孙女慧智跟着她在海岛上相依为命。奶奶是潜水打捞海货的海女，收入微薄，却对慧智十分大方。慧智在集市上看上了一条红蓝相间的手链，奶奶毫不犹豫地给她买下。人来人往的集市里，慧智抓着奶奶的衣角跟在后面，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身后的慧智不见了。奶奶无助地呼喊着慧智的名字，却再也没有看到那个小小的身影。这一找就是12年。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在风吹雨打中变得陈旧，可奶奶仍旧固执地张贴，多贴一天，找到的希望就多一分。开发商看上了奶奶位置优越的房子，用高于市场几倍的价格想要买下。奶奶用洗脚水招呼了前来商谈的业务员，因为她怕慧智回来找不到家。常年的海水浸润，她的脸已经变得沧桑，干枯的手抚摸着慧智的脸。那个小小的女孩已经长得这么大了，看到她手腕上熟悉的手链，奶奶当场确认，这就是自己失踪12年的孙女。她终于等到了慧智，奶奶哭得泣不成声，可女孩却浑身不自在，因为她根本就不是慧智。正值青春期的她十分叛逆，偷窃敲诈无恶不作。这天不慎和朋友把人打成重伤，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，才选择和奶奶相认。虽然她不是真慧智，手上却戴着当年奶奶买给慧智的手链，也知道慧智和奶奶生活的细节，因为当年的慧智不是走丢，而是被母亲带到继父家生活。继父并不喜欢慧智，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女儿恩珠，再多一张嘴吃饭要花不少钱。2个年纪相仿的小女孩十分要好，慧智常常把她和奶奶在海岛上的生活讲给恩珠。突如其来的车祸带走了母亲和慧智，继父则趁机把恩珠的名字改成慧智，拿走手链给恩珠戴上，让她顶替慧智继续活下去。这样等奶奶死后，所有的房子和遗产就都是她的了。就这样，恩珠变成慧智回到奶奶身边，尽管已经成年，可奶奶却仍旧把她当成小孩，想要帮忙也被奶奶拦下。奶奶为恩珠举办宴席，她的好让恩珠手足无措，一切都在提醒她，只是一个鸠占鹊巢的人。第二天，奶奶带着恩珠逛街，逢人就介绍这是自己找回来的孙女。她给恩珠买了新衣服，带她吃好吃的，还亲自给她选了一个蝴蝶结，只要能让孙女高兴，花多少钱都不在乎。可恩珠并不习惯乡下的生活，脏臭的旱厕让她反胃，洗澡时奶奶也会突然闯进来，她听不懂这里的方言，也没有朋友。恩珠给闺蜜打电话，得知他们把事情都推在自己身上，还要在这里继续躲一段时间。她有些心烦意乱，恩珠不想欺骗善良的奶奶，可却不得不继续欺骗。她在当地的高中做了插班生，不论多晚，奶奶都会在村口等她放学。恩珠也渐渐适应了乡下的生活，她带上奶奶给她买的蝴蝶结，在奶奶看得到的地方学习。村民们开始对恩珠的穿着指指点点，还当着奶奶的面说她抽烟的问题。和慧智一样，恩珠也喜欢画画，还因为一幅画被老师当作天才少女培养。只是恩珠做惯了不良少女，遇到瓶颈就甩手不干。老师告诉恩珠，如果要回去的话，就把奶奶送来的这些东西一起带走。原来奶奶为了老师能好好教导恩珠，给她送了不少东西，不知道这么多东西她攒了多少年。为了不辜负奶奶，恩珠坚持了下来。不但如此，她还被选中去首尔参加比赛。就在这时，恩珠接到了闺蜜的电话，混混们威胁恩珠，如果不拿钱，闺蜜的处境就危险了。闺蜜是恩珠最真实的朋友，为了筹钱，恩珠盯上了奶奶的存折。为了恩珠能生活得更舒服，奶奶准备卖掉房子和恩珠住进楼房。恩珠拿走存折，却在打钱的最后一刻后悔了。她把存折放回原位，邻居发现不妥，告诫奶奶小心恩珠，可奶奶却100%信任孙女。恩珠来到海边抽烟，奶奶紧随其后，她学着恩珠的样子吸烟，告诉她，不论生活过得再苦，只要有一个坚定的伙伴，就总能坚持下去。나가 너 편 해줄 테니 너는 너 원대로 살라。恩珠被触动了，从来没有人和她说这么暖心的话。奶奶用佝偻的脊背替她撑起一片天。恩珠为奶奶画了一幅素描，看着在烈日下工作的奶奶，恩珠替她涂上防晒霜，把发卡别在奶奶头上。奶奶被涂成大白脸也不在意，因为这是恩珠第一次关心她。
奶奶带着她潜水，恩珠第一次见识到奇幻的水下世界。他已经把奶奶当成了自己的亲人。恩珠不止一次地想，如果自己真的是慧智该有多好。父亲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平静，他威胁恩珠，如果不给他钱，自己就告诉奶奶他的真实身份。恩珠替奶奶盖好被子，替死去的慧智画完了那幅未完成的画，躲在床上哭了一夜，带着奶奶的存折坐上了去首尔比赛的飞机。他依依不舍地看着奶奶，把防晒霜留给她。恩珠明白自己也许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小岛上了。他把存折给了父亲。比赛结束，留下一封信后，人间蒸发。 전 아직도 빛이 낯설게만 보여요. 另一边，邻居大叔偷偷做了 DNA 检测，他把结果告诉奶奶，可奶奶却不屑一顾。他在警局找到因为斗殴被抓的恩珠，一遍遍地问他到底是不是慧智。他不相信鉴定书，只要恩珠说自己是慧智，她就是自己永远的孙女。恩珠的回答只有对不起，她不敢看奶奶的脸，也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。奶奶在慧智的骨灰前晕倒，一病不起。老师将恩珠的获奖作品带给奶奶，上面画着奶奶的海，她的手上牵着2个小女孩，一个是慧智，一个是恩珠。奶奶对着画哭得泣不成声。原来恩珠也早就把自己当成了奶奶。1年后，邻居大叔在便利店找到工作的恩珠，他告诉恩珠，奶奶得了严重的痴呆症，原本生活还能自理，可就在上周，奶奶忽然失踪。恩珠拿着奶奶的照片来到慧智失踪的市场寻找，无数次的询问也没有得到有用的线索。就在他将要无功而返的时候，一声声低语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奶奶的记忆停留在慧智失踪的时候，所以他一直徘徊在这里寻找自己的孙女。他把恩珠认成慧智，恩珠也第2次承认。他回到海岛，整理荒芜的小院，照顾生病的奶奶。冬天时，恩珠为奶奶画了第2幅画，奶奶也拿起颜料在画板上画画，还把颜料涂在恩珠脸上。恩珠知道奶奶在帮她涂防晒霜，这是他们之间的专属回忆。奶奶告诉恩珠，大海比天空大，因为大海拥抱着天空。对于恩珠来说，奶奶就是她的大海。这天，恩珠打开录音机，准备听音乐放松一下，不料里面竟传出了奶奶的声音。原来奶奶早就知道恩珠不是慧智，她多希望自己在死前都不知道这件事儿。可即使知道了也没什么，不论是恩珠还是慧智，她早就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亲孙女。 나는 물질로 먹고 살았지만 너는 꼭 기림으로 먹고 살라. 고달픈 나 인생 마지막에 널 만나. 이제 죽음이 눈앞인데 널 두고 어떤 갈지. 恩珠在录音机旁哭得泣不成声。奶奶住进医院，到了弥留之际，她第一次叫出恩珠的名字，告诉她自己要去找慧智了。恩珠能当自己的孙女，她真的很感激。窗边飞来一只蝴蝶，带着奶奶在花田里找到慧智，想念的人终得相见。